手术善其事。心脏里面有4个瓣膜，那左边2个，右边2个。左边分成是主动脉瓣和二尖瓣，那右边当然是分肺动脉瓣和三尖瓣。瓣膜的疾病在我们的身上基本上有几个比较大的成因。第一个当然就是它是原本瓣膜的原发性，也就是说瓣膜因为像说老化的关系，一直是钙化或者是说组织的松散，所以病人的瓣膜会呈现第一个是打不开。如果钙化太厉害会打不开，那或者是说它的因为组织松散而让它关不紧。那另外一个还有可能是因为一些发炎的关系，包括说我们最常见的风湿性心脏病，它会让我们的主动脉瓣或是二尖瓣产生粘着，而且产生这个狭窄，这是另外一种发炎的反应。当然还有可能是因为外伤，有些人因为撞击导致成像说三尖瓣或是二尖瓣的腱索断裂，那所以瓣膜就关不紧，所以这个是原发性的。但是还有一种次发性，也就是说，如果有些病人是因为心脏衰竭，或是一些心肌性的病变让心脏扩大，主动脉扩大，所以就会让主动脉瓣或二尖瓣或三尖瓣让它关不紧。那病灶病不是主要发生在瓣膜，而是主要发生在心脏。那心脏扩大让瓣膜关不紧，那产生的这个次发性的瓣膜性疾病。当然还有最大的一宗、最后的一宗就是先天性心脏病，因为太多种先天性的心脏病也会影响到刚刚讲的以上类推的4种瓣膜。所以这个是大致上瓣膜性疾病会引起的一个成因。瓣膜的疾病一般我们除了内科方式用药物治疗以外，过去最常见的用内科方式的治疗其实是用气球扩张的方式帮病人做治疗这样子。那要不然大部分的其实瓣膜性疾病在过去如果当它到严重的地步的时候，都必须仰赖外科医师做开心手术的瓣膜置换或瓣膜的修补。如果病人实际上是内科疾病太多或者年纪太大的病人，接受开心手术这样的手术就变成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和负担。那当然这几年来比较大的一个突破，也就是说针对主动脉瓣的狭窄、钙化、退化引起的狭窄，可以利用导管的方式来做主动脉瓣膜的这个置换，我们就全名叫做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术这样子的方式。那这个在差不多15年前开始渐渐发展，那目前为止最大的好处是它仅它的伤口从属膝部的一侧只要有0.5公分大的大小，把瓣膜带进动脉系统里面，逆流来到主动脉根部的地方，那把瓣膜在这个地方释放之后，可以取代原本钙化狭窄的瓣膜的功能。那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目前在经过10年的一个不断的累积经验和成熟之后，它已经就变成是这个主动脉瓣膜狭窄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主流。所以现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器材公司、医材公司，还有医学界也开始在研发，透过导管的方式帮各种各式样的一个瓣膜性的疾病做治疗。那目前当然有些已经有一些成果，最大的成果刚刚讲的是就是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手术。那现阶段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医材开始在研发，去试图去治疗每一个不同的一个瓣膜。基本上这些主动脉瓣的这个经导管的主动脉瓣膜它是这样在体外就像类似一个支架的样子，那外面是一层金属，里面是猪或牛的一个组织当做瓣膜本体，然后把它缩在一个小管子里面，然后进到血管里面带到这个主动脉瓣的位置来。那它有2种不同的瓣膜，那因为它释放的方式不同，一种就是叫做球囊扩张式的瓣膜，那这个是牛瓣膜。那另外一种的话是猪瓣膜，它是一种自膨式的瓣膜，就是它的支架，它的膨胀实际上是一种自膨式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到了定位的时候，我们只要把血管鞘拉开，这个瓣膜就会主动的放到这个主动脉瓣根部的一个地方。那目前有这2种不同的一个释放方式，至于病人要选择哪一种，其实应该还是以医师的专业意见为最主要的一个考量，因为大部分的病人其实2种都适用，但是因为它的释放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根据特殊的病人的一个解剖构造的不同，让专业的医师去选择。根据最新的欧洲心脏学会的一个指引来讲，就是基本上只要超过75岁以上的病人，他确实是罹患有症状的严重主动脉狭窄，那他的目前的第一优先选择，理论上就是我们
刚刚提到的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当然，如果是75岁以下的病人的话，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做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或是用传统开心手术，这个部分其实就需要心脏内外科团队一起共同研商，帮你选择一个对你最有利的一种治疗的方式。那我想这是需要内外科医师一起参与到你的治疗决策里面。过去有很多病人是因为次发性的，也就是心肌病变或是心肌梗塞的病人引起的心脏衰竭，那心脏扩大之后二尖瓣关闭不紧，那这样的病人大部分共病太多，或者是说心脏功能很不好，所以这样的病人如果往年他去用传统开心的方式，这样的治疗对于病人来讲其实都风险相当的高。那近几年来一样有一个比较实证多一点的叫做这个经导管的二尖瓣修补术那做法上是有点像是一个订书机的东西经由股静脉来到右心房，然后在右心房在左心房之间穿了一个洞之后进到左心房，然后再进到二尖瓣的方式，把关不紧的这个二尖瓣做一个夹钳的一个方式，有点像夹子这样的方式，然后把这个二尖瓣夹起来这样子那透过这样夹起来的方式，在二尖瓣的逆流就会减缓很多，那有助于病人在后续心衰竭的一个治疗上面的一个进展。那这是目前另外一个经导管这个瓣膜治疗的一个另外一大突破。那最近也有一个经导管二尖瓣的医材的出现应该在近期内也会达到台湾的认证许可。不过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就不是从股动脉它必须要从这个心尖的方式打一个洞进去，然后帮病人的二尖瓣做完全置放的一个手术。当然目前这样的治疗都仅限于病人没办法接受开刀高风险的一个族群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适用于这样的一个医材和治疗，所以他也需要更多的一个经验和实证来了解他可以适用的一个族群的范围这样子。目前还是有一部分的心导管的手术是经由股动脉去治疗，病人术后把血管鞘拔除的时候，过去我们常用的方式就是请比较年轻的医师帮我们做局部的加压的方式，病人需要躺在床上的一个时间稍微比较久一点点所以有些最长的病人需要躺12个小时以上，这样的对于病人的不适感是增加的当然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根据股动脉的心导管的治疗，我们会有一种血管闭合器，那可以透过血管闭合器那帮我们很快的把这个股动脉这个穿刺的位置的血管伤口可以把它闭合起来，那可以大大的缩短病人躺在床上的一个时间，那这个都对于病人的舒适感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这样，当然越来越多心导管的医材，包括我刚刚提过了，因为瓣膜性心脏病的治疗，现在因为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术的成功，那也越来越多的这个公司或厂商还有科学家愿意投入这方面的研发和治疗我刚刚讲除了主动脉瓣的这个置换以外，二尖瓣的这个修补那甚至目前进展到肺动脉的瓣的置换、三尖瓣的修补，这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医材正在方兴未艾的加入人体的研究，有些已经在市面上已经可以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治疗的出现。不过由于它的证据力和实证性稍微还不够那么多，所以大部分的病这个治疗可能还需要用自费的方式来做进行，所以这个部分有待于未来更多的经验和医材的成熟度我想未来这样的一个治疗实际上是指日可待。因为这样的病人，他事实上是一个几乎是一个微创的方式治疗所以病人其实在住院的过程是相当的短在基本上住院在加护病房1个晚上，然后甚至再回到病房1个晚上。那因为他的伤口也小，所以病人其实在24小时内基本上就可以下床所以病人其实很快就会觉得对于这个不适感是非常非常的小。那术后的话，最重要当然第一个是需要服用一定的抗血小板的药物制剂治疗而且是要终身服用，所以这部分需要跟医生做好好的配合。返家追踪的过程中，当然第一个是当然需要配合定期的返诊
然后医生会帮你定期的做心脏超音波的检查，确认瓣膜的功能和整个心脏的一个状况。如果你有三高的一个问题，那你就好好配合治疗你的三高的一个情况，那还有配合适当运动，那我想病人很快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舒适当中复原。那对于很多老人家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的一个治疗。